长寿的秘法是很不容易的，想延寿、想长寿，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苦艰难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过去我读这个《三国演义》的时候，诸葛亮都听说过哈，那个就是很有智慧，像神仙一般，对不对？他好像他把天气、人心、个性什么，最后谁家能赢这场战争，他每一个都能算到手，就是料事如神，就像长得天眼一般。所以大家我觉得把他当作神仙的话，我觉得还挺公平的。我讲一个诸葛亮晚年想延续寿命的故事。诸葛亮60多岁的时候，他那个身体呢，其实也因为有年龄大了，他60出头了哈。在过去人过了60岁哈，都算很长命的了。但是诸葛亮不同，他虽然能掐会算神通广大，但是他每天和军队一起伴随着在征伐之中，在打仗的时候，虽然他很聪明，请问他紧不紧张啊？也紧张哎。我派这支兵马出去，他们会不会按我的指令去办事？是对方这个对手会不会按照我想象那个样子来出兵？我能赢吗？就是戎马生涯就是脑袋就绑在腰带上，随时大家死亡太正常了。当有一天他派的这个密探了解他的对手，他的对手是曹操那面，但是和他直接打仗的人呢叫司马懿。这人鬼心眼贼多啊。司马懿他这个聪明度和诸葛亮有得一比，非常聪明。他有多聪明呢？他这个时候打仗他并不老，我认为司马懿这个时候就是30岁左右，就是曹操就把他派出来和诸葛亮这么一个智慧无边的人来打仗，可想而知司马懿是多厉害。越是这么聪明的人打仗，说如果我打不赢，我就不出兵，我就示弱，我就装傻，就把自己先藏起来，武装起来，我就不和你打，因为一打我就会输，我一打我就会有破绽有漏洞，你就能消灭我，所以我不和你打就憋着诸葛亮。诸葛亮呢，他的国家的粮草就是后备军需战士吃饭供不上，就是后勤援助都快没有了，很紧张啊。年轻打仗的士兵每个人饭量像牛一样，可是粮食就吃完了。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派出去的密探就是去司马懿这么打听消息，这司马懿老板那里去打听消息，结果听的人家对天下布局的兵马，就此时此刻的对兵马的调动和目的，让诸葛亮这么能掐会算的人这么稳重的人，听完之后当场昏倒，倒到地上之后还吐血了，积劳成疾他有旧伤并且在军队之中颠簸打仗，有紧张害怕恐惧，是吧？得的各种病都有。因为大家都把他当神了，这么一个大军师，又是当时他们那个国叫蜀国这个蜀国的这个丞相，这个你要倒下去，我们天就塌了。所以跟他一起的将领都害怕赶快救治。好不容易救治醒了之后，诸葛亮就开始安排，现在绝对我们不出兵我们都躲起来。我得看看天象。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天气很晴朗，一看天，坏了，一拍大腿，坏了，就给他旁边这个徒弟，他徒弟呢叫姜维，给他徒弟姜维说坏了。姜维说怎么回事？
哎呦，这个对方的这个将领的这个心哈，对方的将心，就是古人认为人间的大人物，比如说皇帝、超级大将军，这都不是凡人来着，至少天上某颗星星是对应是他的。诸葛亮在天上就发现了这3颗将领的星，当时不是三国嘛，说敌方的这个将星好，能量超强啊，非常的明亮，光彩夺目，杀气腾腾。我们这将星都快像没油没电了似的啊，能量衰微呀，就要昏昏欲坠呀，就像要灭了一样。哎呀，这不太好。那徒弟说：“这可怎么办呢？”徒弟不如师傅招数多嘛。诸葛亮过去修炼过的，诸葛亮修的某种道教秘法，那我试一试吧。开始做，就是延寿的做法的布局，让他徒弟姜维就说选上49名年轻力壮能量比较好的士兵，身穿黑衣，全身是黑，每个人手里还有持有一面黑色的旗帜。在道教有一位神叫玄武大帝，也有人叫玄天上帝他的令旗就是黑的，黑令旗调动一切鬼神。那么49个人穿着这个黑色衣服，戴着都包括黑色头巾这个每个人手里拿一面黑旗，把这个元帅大帐篷的外面包围起来，脸都冲外，一个是保护，还对应天的一个数字。记住49个人，49个黑衣人，49面这个令旗，黑色的。诸葛亮呢，在他的这个军帐之中，就是大帐篷之中，最中间放上有一碗大的油灯，代表他自己，要对应上天的那个星星。另外在旁边就设上北斗七星阵，有7个大油灯。在帐篷里面的边缘上再放上49盏小点的灯。再重复一遍，在大帐中央放了一盏大的油灯，代表他自己，在旁边再放上对应北斗七星的7个油灯，大的代表是针对改变这次命运的上天的那个能量。在周围，在帐篷里头的边缘上再点上49盏小灯。到晚上只要天一黑，他就开始向道士中做法，穿上道袍，拿一把七星宝剑，就开始念念有词，脚踏七星，而希望能够和上天沟通，让属于他的这颗将星就是这个星星代表他的是将领嘛，这个能量变得强大起来。他一开始在做法之前就给徒弟说，我希望做法7天7夜，如果7天过去之后，这个代表我的主帅油灯如果不被扑灭的话，那我还能够延寿12年。但是如果呢，这半路油灯灭了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撤退了。不但是撤退，关键是诸葛亮的性命不保，就是接下来就每天如此做法，还要吃素念咒做法，每天一到晚上就开始做法。虽然很吃力，但是到了第6天的时候，天刚黑不久，诸葛亮还挺高兴，就给徒弟姜维说，还不错你看我主帅的这个灯一直还很明亮那时候是油灯每天要加点油，为了保诸葛亮的性命，加多少油都干了，招待不错，还正开心着呢。就
轰一下进来一个人，进来那个人就给诸葛亮说：“大帅，敌人的军队来了。”就这个时候进来的速度非常猛烈，又是掀开帐篷那个门帘，会不会引起风啊？结果有一盏灯灭了，正是主帅的灯。诸葛亮把宝剑一扔，他拿着宝剑做法，哎呀，我命休也，生死有命续命真是太难了。就当时他最感慨的那句话：万事不由人做主啊。诸葛亮早就交代过的，任何人不准闯入我的中军大帐，就是他是元帅嘛，这个时候在军队中叫元帅，元帅住的这个帐篷叫中军大帐，任何人不准闯入中军大帐，否则立斩，就立刻砍你的头。可是呢，闯进来的这位将军呢，也是有原因的，说敌人来了，这个时候真是有敌人来了。他的对手就叫司马懿，是非常聪明可怕的一个敌人。司马懿遇到诸葛亮打仗就像遇到了这个对手和克星，和诸葛亮一打，司马懿就会输。大家听说空城计嘛，就是诸葛亮骗这个司马懿的。司马懿真是聪明智慧的一个人，可是每一次没办法，就遇到对手了，诸葛亮总能把他打败，但是诸葛亮没能力杀掉对方。就在前几天，司马懿，也就是这个时候，司马懿的兵为什么来到诸葛亮的大帐军前呢？这不是来挑衅一样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司马懿觉得打不过诸葛亮，除了喝酒聊天看书，他爱读书的人之外没事干，最后躺那个椅子上，一不小心就看见天上的星星说：“哎，朋友们，好事来了！我现在看这个星尤其是讲诸葛亮这边的，咱们那个对手这个朱大帅这边能量很弱，弱到按现在语言就弱爆了，弱惨了，弱挂了，就完蛋了。我觉得不妨一试他派了一个将军，给你1000人马，你去试探一下诸葛亮大军。如果你的军队冲过去，他们慌乱，而且他们不出来和你打仗，就说明诸葛亮要死了。你看厉害吧？就是这个时候，他派的那个人带着1000人马来冲突到诸葛亮的军营旁边来了。可是诸葛亮的有一位将军，名字叫魏延。魏延作为一个他当中的上将军，就是很高的一个权力的人物，说敌人冲过来了，他自己又不能随便发兵打仗，因为诸葛亮就在这里，他要报告元帅说他进来也不是个错误，其实也是合理。你说你养病归养病，但是敌人来了，我们要采取什么手段呢？他进来先打个招呼，敌人来了，为什么走那么快呢？着急，这一走快，一进来一掀，结果赶巧的就把主帅那个灯就弄灭了，这可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诸葛亮一看这个主帅灯一灭，所以他那做法的宝剑地上一扔，哎呀，我命休也啊！哎呀，续命太难了。但是事实来说也告诉大家就是诸葛亮就在这之后很快就去世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了不起的，从农民就类似一个农民吧无业游民，就变成一个创造一个国家的人。所以诸葛亮这么神通的人，谁和他打仗没人打得过他，对不对？但是他不能延续自己的寿命。魏延，大家注意听这个名字魏就是没有，延
没有延长，没有延寿，所以正好肺炎一进来，那个灯就灭了。所以诸葛亮，也就是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是历史的事实哈，大家知道一点这件事情。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个是诸葛亮做了这件事，但是没有延寿，但是有几个数字哈，一个1、7、49，这些都为了续命。和我们佛教的药师经之中，佛教化我们的，我就要说了，那个数字基本吻合，很奇怪吧哈，都是延寿延命的。所以真要延寿延命的，佛陀在药师经之中大概怎么说的，就有很多方案，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方案其实我们可以简称为叫延寿灯。比如说在药师法门叫点灯一个是消灾延寿。在药师经中这样记载说，这个时候呢，在佛陀面前有很多大士菩萨，其中有一位，在大众中有一位菩萨叫做救脱菩萨，从人群之中站起来，向佛问讯何理何时之后，就问说世尊在这个相法时代，就是我们供奉佛像的这个时代，相法时代，如果有的众生受到各种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由于这个长期的生病，可能身体变得格外的虚弱瘦弱，甚至已经没办法吃东西，甚至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昏迷不醒的时候，我特别解释这位度脱菩萨说的这个人这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呢？是人到临死之前有点神志都不清醒了，也喝不下水，也吃不了饭，神志也是模糊的，就不能正常的跟我们说话交流了。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的华文说叫弥留之际，是专指这个时间。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其实这个病人他看这个世界他看不清的，也听不清也看不清，他用眼睛看到的都是几乎都是灰色或是黑的，看不见人看不见事情。那么这种状态下就是接近于死亡的状态就来了。他这个身体虽然躺在这个地方也许躺在这个床前，可是他的灵魂其实可能被阎王的使者去拉去见阎罗王去了。这个时候他到了地狱之中，阎王爷对他的审判，就在那面看到的事情他全记住了，那个时候就看得清听得清，他就印到他的精神世界里了。所以阎王爷对他就会评论他在人世间犯的一条一条的好事和坏事，就给他当场就对证，之后根据他在人世间做的这个善和恶来决定他将来是下地狱受多少苦，或者将来转生为牛还是骆驼还是一条蛇还是一个虫子，来决定他的未来。这是这个临终者的一种状态，他的身体在这躺着，他听不见看不见旁边的人在为他服务或者是为他难过了，可是灵魂到了阎王爷那去了，算他的功德与恶行，来分配他未来的去处。但是如果在这种时候，他的亲人如果为他能够替他皈依药师佛，还有如果能够邀请佛门的修行大师能够为他讲解，或者是干脆诵读药师经的话，这是第二大条，能够为他读药师经，他可能也许他耳朵听不见，就是读给他的神识，就是读给他的灵魂，并且他的亲人在这些高僧大士
主持下，为他点上7层的油灯来供佛，这又是一个方法哈。还有能够制作和高悬5色续命幡，如果这样做的话，也许这位昏昏欲睡就将要弥留之际的这位病人，说不定在几天或10几天之后就会苏醒过来。他怎么苏醒的呢？就是他的灵魂呢，就从地狱啊、阎王爷那里或者到处随便转的这个灵魂，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还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当这个病人的灵魂回来之后呢，那种感觉好像刚刚睡觉睡醒一般，他到地狱去到哪里去的这些情况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是还会给当时在场的亲人讲述他看到的那些事情。而且这个人呢，从那一刻开始，虽然他也要死了但是他就懂得了因果善恶报应的这个残酷的现实的结果。他就会嘱咐他跟前的后人，你千万别做坏事，别伤害人，哪怕遇到人欺负你，你气得要死，但是你也不能杀人你如果杀生杀人害人之后，未来有一天像我似的阎王爷会给我算账，你那样做了，有一天给你算账的时候，将来都很恐怖的，要下地狱的。他就会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并且他可能会亲眼看到了别的人被判决下地狱、下油锅，或被锯开你的身体的那些残酷的刑罚场面。大家就是尤其是在跟前想为自己的亲人做这种善事，来帮助亲人的这个人呢，一定要心怀慈悲善念，要保持身心清净，要保持身心清净。首先没有恶意恶念不杀生，不骂人，不愤怒对，不生气等等的，保持一种清净的加恭敬的慈悲的心才行。还要诵念药师佛的名号，还要尽自己的能力来恭敬供养药师佛，以及恭敬供养当时在为你解决问题的这些大师、这些法师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阿难尊者这时候站起来，就是问救脱菩萨说，那我们应当怎样恭敬药师琉璃光如来呢？还有您前面所说的续命神幡和7层光明灯应该怎么做呢？救脱菩萨就开始回答了如果家中有病人的话，想要为他脱离这些苦难，应当为他要有持7天7夜的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的概念呢，就是这个期间就是不杀生，这是第一。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戴漂亮的首饰，不喷香水；还有第七呢，不睡这个漂亮广大的大床；还有呢不要在这个非时之时吃饭。那在古代佛门，尤其是出家弟子就对于正式的出家弟子，吃饭的时候是有要求的，一天就2顿饭，就是过了中午就不再吃饭。那你说晚饭吃不吃不能吃，只有到第2天早晨才能吃，就一天就2顿饭，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戒律。这就是所谓的八关斋戒的基本的要求。还要随着根据自己的能力、经济能力供养出家的僧众，因为可能他们为你念佛，能用善心想到你和你的亲人，可能你就会受益了还有可能他来帮你来念经，甚至是
帮助你的亲人吧。还有呢，做到一整天，当时经典的要求啊，就一整天你要保持一种恭敬礼拜、供养药师佛的这样的一种心和行为，还要家人诵读药师经49遍，还要点燃49盏油灯，还要塑造7尊药师佛像。那么在每一尊药师佛像前共7盏油灯，每一盏油灯的光芒，过去油的灯那个小灯火呢，就像一个花生米那么小，这到了晚上放出那个光来真的是很微弱的。所以这里佛怎么嘱咐我们呢？那个油灯的光芒要像车轮那么大，光芒像车轮那么大，所以油灯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油灯之中算是大一点的光明大一点的油灯记住了并不是油灯那个灯火像车轮那么大，那太巨大了，除非用一大堆木头来点燃，要不然没有那么大的火只是那个光亮有这么大。那么这个油灯呢，在7尊药师佛前要持续的点燃49天，这些灯都不能熄灭，要保证这些灯是点燃着的。佛自有佛的一个这个方法来给大家续命另外还要准备5色彩幡。这个5色彩幡呢它的长度呢现在来算大约10米左右。你在这个时候做这些功德，那能保证第一个非常可能能得到延寿，第二个他的灵魂和肉体可能得到保护，不会被误导，不会被弄走，不会受伤害，大概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效果今天我讲到的只是药师经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来点灯续命的方法。大家知道有多难了续命有多难了。诸葛亮那么厉害，我们每个人读过他的故事，我们都会敬佩他像神一样的那么厉害，可是他延不了命。所以在药师佛经之中，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秘法能够帮助我们延寿的话，我觉得已经很伟大很难得了。药师佛神奇续命法：第一，皈依药师佛；第二，诵读药师经49遍；第三，诵念药师佛名号；第四，塑造7尊药师佛像；第五，点49盏油灯供佛，需持续49天；第六，供佛斋僧；第七，受持7天7夜的8关斋戒；第八，高选5色彩幡。
Dalam rangka ulang tahun Buddha Pengobatan, kami mengundang Anda untuk turut menerima berkah dari Sang Buddha yang berikrar untuk menerangi semua insan. Kami akan menghadirkan beberapa tangka Buddha berukuran besar dan mengajak Anda untuk menjadi bagian dari 1000 orang berdoa bersama mengelilingi tangka. Jika Anda sedang mengalami kerisauan, dapatkan inspirasi lewat Chamsi Body. Ingin menghilangkan keletihan dan rasa sakit, energi healing solusinya. Dari anak-anak hingga dewasa bisa mengikuti berbagai permainan dengan hadiah menarik yang menanti. Anda juga bisa menikmati beragam makanan lezat yang tersedia di bazar vegetarian. Ajaklah keluarga dan teman Anda untuk turut menerima berkah besar dari Buddha Pengobatan. Ikuti acara ini pada hari Sabtu 19 Oktober di MGK Kemayoran. Dapatkan tiketnya di Jakarta Body Meditation Center.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